盖尔和瑞克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，两人刚刚装修完婚房，准备开始人生的新阶段。然而仅仅搬家不到1年时间，他们就遭遇了灭顶之灾。恶毒的歹徒摧毁了两人原有的幸福生活。案发后，警方没有找到可用线索，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，调查持续了数月时间，被迫陷入停滞。事发24年后，本案重新启动调查。通过分析仅有的办案材料，警方发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，抓获了一名突破人类底线的凶手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前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荷兰市，这里位于密西根州西部，靠近密西根湖的东岸，人口约为34000人，是渥太华县和阿勒根县的一座城市。主人公盖尔·布林克出生于1965年4月24日，案发时22岁。盖尔成长在密西根州渥太华县，他是家中较小的孩子，共有7个兄弟姐妹。由于盖尔家的经济状况比较紧张，所以他很早就辍学去了外面打工。盖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担任服务员，尽管这份工作非常辛苦，但他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，还是坚持了下来。盖尔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家庭开支上，在父母的眼里，他是个非常听话懂事的孩子。据盖尔的姐姐描述，盖尔从10几岁开始就有了结婚成家的想法，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亲哥哥瑞安的坚决反对。瑞安比盖尔大2岁，兄妹两人年龄相差最小，平时相处的时间也最多。瑞安非常保护盖尔，每当有人想与盖尔约会，瑞安总是会强力干预。直到盖尔成年以后，他才逐渐获得了交友的自由。18岁那年，盖尔交往了第一个男友拉尔斯，不过这段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，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大约1年时间，最后因为性格不合结束了恋爱关系。盖尔的下一任男友名叫瑞克，他比盖尔大6岁，是一家大型家具公司的销售代表。两人通过工作建立了联系，并逐渐发展成了男女朋友。1986年4月25日，两人交往1年后顺利完婚。结婚的第2年，瑞克的父亲帮助他们购买了一处房产，一座拥有20英亩土地的老旧房子。这栋房子位于荷兰市郊区，私密性很好。房子的原主人是一名从事不法生意的犯罪分子，因为没有及时偿还房贷，房子被银行收回，所以瑞克夫妇仅用了很少的费用就买下了这栋心仪的大房子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们投入了大量心思升级改造了这所旧房子。两人特意装修了一间儿童房，为将来生孩子做好充分准备。然而非常不幸的是，仅仅居住了不到1年时间，这些美好的愿景就被一场灾难彻底打破了。1987年11月23日，这天是个周一，早上10点左右，瑞克的父亲突然接到了儿子同事的电话，对方表示瑞克无故缺席了今天的工作，并且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想确认一下瑞克是否遇到了问题。这通电话让瑞克父亲内心产生了不好的预感，因为瑞克以前从未出现过翘班的情况。为了确认儿子是否安全，瑞克的父亲立即去了儿子家查看情况。当时瑞克的汽车就停在门外，起初瑞克的父亲还以为瑞克可能只是睡过头了。然而当瑞克的父亲走进汽车后，眼前的一幕把他吓坏了。瑞克头部中枪，一动不动地倒在了汽车里。瑞克的父亲心如刀绞，他抱起已经去世的儿子，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。经检查，瑞克的汽车没有启动，主驾驶一侧的车窗已经被子弹击碎。他们在瑞克头部左侧发现了2处枪伤。瑞克遇害时上身穿着睡衣，外面披着外套，下身穿着背带裤和一双工装皮鞋，从着装来看像是临时有事准备外出的样子。来到房间检查后，警方又有了令人遗憾的发现，瑞克的妻子盖尔也已经遇害。盖尔被发现时身上盖着一床被子，脸上放着一个抱枕，整个人平躺在床上。他没有遭受侵犯，头部共有3处枪伤。根据现场法医的检查，夫妻2人的死亡时间大概发生在周6晚上，死因全都是遭遇了处决式枪击。进一步勘查后，警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作案凶器或者凶手遗留的证据，
家里的贵重物品和现金也没有丢失。结合现有情况，警方认为这是一起针对性的袭击事件，凶手可能认识瑞克夫妇，作案动机应该是出于报复。正当警方勘察现场时，盖尔的哥哥瑞安闻讯赶到了现场。作为盖尔家的代表，瑞安向警方询问了案件情况。在与警方交谈的过程中，瑞安表现得非常难过，他极度哽咽，以至于正常交流都有些困难。等待情绪稍微平稳后，瑞安告诉警方，他和盖尔的兄妹关系非常亲密，即使成家后，他们也经常电话联系。在过去的2天里，他没有见过盖尔和瑞克，一直和女友帕姆在一起。随着交谈的深入，瑞安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嫌疑人，盖尔的前男友拉尔斯。拉尔斯和盖尔在交往期间就经常实施暴力行为，分手后也没有停止过骚扰。案发前段时间，盖尔在大街上偶遇了拉尔斯，原本盖尔友好的和拉尔斯打了招呼，但没想到拉尔斯二话不说，直接打了盖尔一巴掌。瑞安认为拉尔斯可能嫉妒盖尔嫁给了比他优秀的男人，从而因爱生恨，杀害了盖尔和瑞克。警方核实了瑞安的说法，确认他所说的内容都是真实的，于是立即对盖尔的前男友拉尔斯进行了询问。拉尔斯承认对分手的事情心有不甘，也承认曾殴打过盖尔，但他坚决否认与这起案件有任何关系。拉尔斯告诉警方，周六那晚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酒吧喝酒，直到凌晨才回家。到家后他就直接休息了，再也没有外出过。通过朋友的证实以及测谎结果，警方确信了拉尔斯的说法，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。接下来警方又调查了瑞克夫妇的最后活动轨迹。据知情者透露，瑞克夫妇最后一次露面发生在周六晚上，那晚他们一起参加了朋友组织的派对活动，当时2人都喝了很多酒，但都没有喝醉。他们大约在晚上11点左右离开了派对。考虑到2人回家时间与案发的时间高度一致，警方对当晚参加派对的人员产生了怀疑。然而在对这些人分别询问后，他们都表示派对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他们玩得很开心，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。通过核实这些人员的不在场证明，警方最终排除了他们的嫌疑。案发4天后，警方接到了一位匿名人士提供的线索。据他所说，这起案件可能与瑞克夫妇购买房产的原房主有关。原房主是一名叫西德的男子，他表面上是一名维修工，但实际上一直在背地里从事贩卖违禁物品的勾当。西德在房子没有回收之前，一直利用这所房子制造违禁物品，所以举报人怀疑西德可能因为瑞克夫妇低价购买了他的房产，从而进行了报复。这条线索很快引起了警方注意，随后他们立即询问了房子的原主人西德。西德告诉警方，他不认识瑞克夫妇，也与他们没有任何恩怨。周六那晚，他一直和朋友在一起，没有去过案发现场附近。警方不相信西德的说法，进一步追问之下，西德为了洗脱嫌疑，极不情愿地透露了一件事情。根据西德的说法，他通过贩卖违禁物品认识了很多帮派成员，这些人也都知道他是修理工出身，所以有时他也会给这些帮派成员提供修车服务。原本这是一件额外增加收入的好事情，但有段时间他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为了赚钱，就把一名帮派成员维修好的汽车低价卖给了其他人。这件事情让帮派组织极为愤怒，有人放出消息说要杀了他和他的女友。他非常担心遭到报复，所以就停掉房贷，和女友搬到了其他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房子会被回收的原因。西德认为瑞克夫妇可能因为住在了他以前的房子，从而遭到了帮派分子的错误报复。西德的说法引起了警方注意，因为杀害瑞克夫妇的凶手作案手段相当专业，与帮派团伙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。于是警方立即调查了该名帮派成员和他所在的帮派组织。由于这个帮派组织不在当地，而且帮派分子通常不愿意配合警方，所以他们采取了安插线人的方式，在帮派内部获取消息。然而经过1周的调查，警方没有发现本案与帮派之间的关联，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一线索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警方尝试了各种办法解决这起案件，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。由于本案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，导致破案难度相当大。在持续调查了几个月后，由于一直没有新的发现，本案逐渐陷入停滞。2011年，案发24年后，
渥太华县警察局收到了一笔资金支持，用于调查本地未解决的悬案。瑞克夫妇的案子也因此重新回到了警方的视线。负责处理本案的是2名办案经验丰富的警探，他们通过仔细研究当年的办案材料，很快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地方。当年盖尔的姐姐谢丽尔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曾经说过，弟弟瑞安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，对兄弟姐妹表现得非常霸道。瑞安经常用命令的口气要求兄弟姐妹做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，如果他们不照做，瑞安就会做出一系列过激行为。虽然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但却能反映出盖尔家的关系并不和谐。现在警方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潜在的线索，于是时隔20多年后，警方再次询问了谢丽尔。当被问到瑞安和盖尔有没有发生过矛盾时，谢丽尔回忆说，案发前一天，瑞安和盖尔确实发生过争执，起因是他们的父母一直与瑞安一起生活，这让瑞安有些心理不平衡。瑞安想让父母搬到盖尔家，因为盖尔的家很大，有足够多的房间，但是这个要求立马遭到了盖尔的拒绝。盖尔的理由是她的丈夫瑞克不答应，两人就这件事情在电话里争吵了很久，最后闹得非常不愉快。谢丽尔的最新证词引起了警方注意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罪动机。不过当年瑞安已经通过女友帕姆的证实洗脱了嫌疑，所以警方必须要重新核实这一点。当年帕姆是瑞安的女朋友，如今他们已经结婚，如果直接询问帕姆，可能获得不了真相。于是警方转变思路，找到了瑞安的前女友克里斯。克里斯和瑞安在案发前有过很长时间的恋爱关系，最后因为克里斯无法生孩子，他们才被迫分手。虽然两人不再是情侣，但感情依然存在，他们一直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。一开始克里斯声称对本案并不知情，聊的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然而在谈话结束，警方准备离开时，克里斯不知何故突然叫住警方，讲述了一件埋藏在内心许久的秘密。根据克里斯的说法，瑞安在案发后不久曾找他谈过心事，当时瑞安的情绪非常低落，一直在不停哭泣。起初克里斯还以为瑞安可能因为失去妹妹感到伤心难过，但不成想瑞安居然说他哭泣是因为内疚，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盖尔做出了无法描述的事情。瑞安声称他们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好奇和探索，直到稍大一些才有了更深一步的接触。最后一次想和盖尔接触的时候，盖尔已经完全理解了这种行为，所以他拒绝了瑞安，但是瑞安还是不顾反对，粗暴地完成了这件事情。克里斯的说法让本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，同时也让警方加深了对瑞安的怀疑。不过他们还没有核实瑞安的不在场证明是否可靠，于是警方又带着这些材料找到了给瑞安作证的妻子帕姆。起初帕姆还在坚持一开始的说法，声称案发那晚一直和瑞安在一起，直到警方告诉帕姆瑞安和他妹妹发生的事情以后，帕姆这才慢慢转变了态度。经过数小时的内心斗争和警方不断的开导，帕姆最终承认自己做了伪证。根据帕姆的说法，案发那晚他们确实在一起，但是有几个小时瑞安独自离开了，当时他并不清楚瑞安去了哪里，直到第二天晚上瑞安找他吐露心声，那时他才知道瑞安去了瑞克夫妇家杀害了这对夫妻。瑞安当时的说法是，他认为妹妹和妹夫非常傲慢，不服从他的安排，所以必须要报复他们。事后瑞安强行带着帕姆去了案发现场，他警告帕姆不要透露任何消息，否则就会遭到同样的下场。在瑞安的威胁下，帕姆替瑞安做了伪证，并隐瞒了这件事情。得到这些线索后，警方立即以谋杀罪逮捕了瑞安。在证据面前，瑞安坚持不认罪，只承认和盖尔发生过关系。虽然他没有亲口交代犯罪经过，但警方认为瑞安的犯罪动机是为了保守秘密和报复。瑞安是个非常蛮横的人，从小习惯了支配和控制别人。当盖尔拒绝让父母搬家的要求后，瑞安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，他担心对盖尔失去控制，因为他和盖尔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。瑞安害怕盖尔向丈夫坦白这些事情，所以就决定使用最极端的方式保守这个秘密。案发当晚11点左右，瑞安借着商量父母搬家的事情来到了盖尔家，兄妹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再次发生了冲突。盖尔的丈夫瑞克可能已经知道两人以前的事情，所以他为了避免冲突升级，就把瑞安请出了家门。瑞安离开后，盖
盖尔去了卧室休息，而瑞克还在客厅继续看电视。大约半小时过后，瑞安再次返回了两人的住所。他声称自己的汽车半路抛锚了，需要瑞克帮忙把他送回家。瑞克看在亲情的份上，也就答应了。他随便穿了几件衣服，来到了汽车旁边。然而瑞克刚坐进汽车，就被站在车外的瑞安连开2枪，结束了生命。确定瑞克已无生命体征后，瑞安进入房间，来到了卧室。紧接着他又开枪打死了睡梦中的妹妹盖尔。犯罪结束后，瑞安清理了现场，并很快离开了那里。尽管他对盖尔不听安排的行为非常愤怒，但盖尔毕竟也是他的亲妹妹，所以瑞安在作案后心理压力非常大。为了减轻心理负担，他分别向前女友克里斯以及当时的现任女友帕姆坦白了这些事情。2014年3月，瑞克夫妇遇害27年后，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检方找到了好几位证人，除了最主要的证人帕姆以外，检方还找到了瑞安在关押期间的几位狱友，他们都作证说瑞安亲口向他们承认了犯罪的事实。庭审几天后，陪审团仅用了4个小时就做出了有罪的裁决。最终瑞安因2项1级谋杀罪被判2次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